我出生时满脸褶子，父皇嫌弃地戳了戳我的脸。怎么长得这么丑，一点不像朕的太子，和二皇子那样玉树临风？因为我随你啊。那两个孽种长得帅，是因为他们亲爹是京城第一美男。你个大冤种，替别人养了10几年儿子，心里没点数吗？陛下，小公主虽然现在看着皱巴，长开了定是个美人，毕竟臣妾的基因在这儿摆着呢。是啊，你的基因好，那两个好大儿的鼻子眼睛，简直跟裴丞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父皇刚张开嘴要吃葡萄，听到这话，牙齿猛地一合，那根名为理智的弦似乎断了。他一把推开皇后的手，那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滚落在地，沾满了灰尘。陛下，是臣妾伺候的不好吗？父皇转过身，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心中的愤怒。他转过头，死死盯着我，那眼神像是要在我脸上看出花来。这孩子长得确实不像朕。谢婉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用帕子擦了擦眼角。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，陛下若是嫌弃，臣妾这就让人把他抱去偏殿，免得污了陛下的眼。说着，他就要伸手来抱我。别碰我，你这毒妇指甲里藏着断肠散，上辈子就是这样，趁抱我的时候下毒，让我还没满月就夭折了。父皇救命啊，这女人要杀人灭口了。父皇的手快如闪电，一把将我从襁褓中抢了过去，动作粗鲁，差点没把我颠吐奶，但他抱得很紧。不用，朕的女儿丑点怎么了？丑才安全。谢婉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笑容差点挂不住。父皇，妹妹真的好丑啊，像只没毛的猴子，还是送走吧，别吓到了母后。是啊，父皇，这丑八怪看着就倒胃口，哪配做我们的妹妹？我冲他们吐了个泡泡。哟，这两只小白眼狼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可惜啊，太子3岁就会把宫女推进井里淹死，二皇子5岁就虐杀小猫小狗，这心狠手辣的劲儿，跟那个想谋权篡位的裴丞相简直一脉相承。父皇抱着我的手猛地收紧，我感觉骨头都要断了，但他没理会两个好儿子的撒娇，反而一脚踹开了脚边的赵坤。滚开！陛下，坤还小，您这是做什么？父皇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，以前觉得是其乐融融，现在看着只觉得头顶绿得发光。朕看着心烦。父皇丢下这句话，抱着我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我被父皇抱回了御书房，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荣。以前就连太子也没资格在父皇处理政务的时候待在御书房。父皇把我放在龙案上，自己坐在椅子上发呆，粗犷硬朗，充满杀气，确实跟那两个小白脸儿子不像。别照了，再照你也变不成京城第一美男。不过我就喜欢父皇这长相，看着就有安全感，不像裴丞相那个老白脸，一看就是个只会背后捅刀子的阴险小人。父皇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他伸手戳了戳我的脸颊，力道比之前轻了许多。你这小东西倒是会说话。他当然知道我不会说话，但他听得懂。这时大太监王德全躬身进来。陛下，裴丞相求见，说是为了西南水患之事。听到裴丞相3个字，父皇身上的杀气瞬间暴涨，我感觉到周围的温度都降了几度。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说是为了水患，其实是来跟皇后私通消息的吧。西南水患，那笔赈灾银子早就进了裴丞相的私库，他想填补买私兵的窟窿。父皇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。让他滚进来。片刻后，一个身穿米色官袍、长相儒雅俊美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裴文举，也就是我那两个便宜哥哥的亲爹。不得不说，这老东西确实长得好，难怪能把谢婉迷得神魂颠倒。微臣参见陛下。父皇冷冷地看着他，没叫起。裴文举也不尴尬，自己站直了身子，目光扫过桌案上的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嫌恶。陛下，西南水患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
微臣恳请陛下再拨白银300万两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父皇把玩着手里的朱砂笔，突然问道：裴爱卿，你觉得朕的太子长得像朕吗？太子殿下龙章凤姿，自然是像极了陛下。哈哈，笑死人了，睁眼说瞎话。太子那鼻子那眼睛跟你年轻时候一模一样，还龙章凤姿，我看是贼眉鼠眼吧。是吗？朕怎么觉得太子长得倒是像你呢？陛下折煞微臣了，微臣惶恐。太子乃陛下亲子，微臣怎敢高攀？他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冷汗。这老狐狸嗅觉倒是灵敏，装接着装。他那个私库的钥匙就藏在书房暗格的第3块砖下面。父皇，快派人去抄家啊，晚了就被转移了。王德全传朕旨意，裴丞相忧国忧民，朕心甚慰，特赐御酒1杯，你就在这儿喝了吧。裴文举猛地抬头，满脸不可置信。陛下，这怎么？爱卿不给朕面子？父皇抽出腰间的佩剑，剑尖直指裴文举的咽喉。还是说爱卿心里有鬼，不敢喝朕赐的酒？陛下，微臣对大梁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啊。微臣若是做错了什么，陛下尽管责罚，可这赐酒，微臣实在是不明所以啊。我趴在桌上看着这场闹剧，心里直翻白眼。别演了，奥斯卡都欠你一座小金人。你那所谓的功绩，哪一件不是踩着忠臣的尸骨上去的？还有，你昨晚还在皇后的凤鸾宫里待了1个时辰，真当宫里的守卫都是瞎子吗？哦，不对，守卫确实都是你的人。裴爱卿，昨晚你在何处？微臣昨晚确实在府中啊，处理公务，一夜未眠。父皇握剑的手一抖，剑锋在裴文举的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。父皇冷笑一声，转头看向王德全：去，把禁军统领叫来，朕倒要问问，昨晚宫禁森严，有没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混进来了？裴文举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知道父皇这是动真格的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谢婉带着一群宫女太监浩浩荡荡地闯了进来。她一进门就看到跪在地上的裴文举。谢婉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陛下，这是做什么？裴丞相是国之栋梁，您怎能如此对待老臣？他走上前想要去扶裴文举，父皇剑尖一转，指向了谢婉：别动，朕的剑可不长眼。陛下，您要杀臣妾？杀你，朕怕脏了朕的剑。父皇威武，父皇霸气。这女人身上喷的香粉里都有迷惑药，父皇你可千万别吸进去。把窗户打开。陛下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听信了什么小人的谗言？这孩子是个不祥之人，自从他出生，陛下就性情大变。依臣妾看，还是尽早处理了吧。处理你大爷，我是你亲生的吗？哦对，我是你为了顾宠生的工具人。因为我是女儿，不能继承皇位，所以你才想杀了我，最毒妇人心啊。她是朕的女儿，是大梁的公主，谁敢动她，朕灭她9族。他终于意识到今天的父皇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御书房的对峙最终以裴文举被关进天牢暂时收场。父皇没有直接杀他，因为还没找到确凿的证据。虽然他能听到我的心声，但这种事说出去也没人信，必须要有实锤。于是父皇开始了大清洗，他先是换掉了宫里所有的守卫，然后他开始查账，查户部的账，查内务府的账。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，国库竟然亏空了1000多万两白银，这些钱全部流向了裴文举的私账以及谢府。好，好得很，朕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他们在后方挖朕的墙角，吸朕的血。我躺在摇篮里，一边啃着手指头，一边给父皇提供线索。这算什么？大头还没查出来呢。西北边关的那个镇守将军也是裴文举的人，他们私卖军械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们就要里应外合，逼宫造反了。王德全，
传赵云兰进宫。赵云兰是父皇的亲弟弟，以前父皇为了保护他，才让他装疯卖傻。皇兄，您找臣弟何事？别装了，去西北那个姓李的脑袋给朕提回来。赵云兰接住账本，脸上的嬉皮笑脸瞬间消失。皇兄啊，你终于想通了。父皇看了一眼摇篮里的我，朕若是再不想通，这江山都要改成他姓裴的了。这就是小侄女啊，长得挺别致啊。你才别致，你全家都别致。这叔叔虽然看着不靠谱，还是挺讲义气的。上辈子为了救太子被万箭穿心，可惜救了个白眼狼，把他的人头当投名状送给了裴文举。皇兄，这孩子眼神有点犀利啊。犀利点好，免得以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赵云兰领命而去，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皇后被禁足在凤鸾宫，太子和二皇子也被勒令在上书房读书，不许踏出半步。看起来父皇已经掌控了局势，但我知道谢婉和裴文举不会坐以待毙。这几天我总觉得心神不宁，每天晚上的饭菜都要经过银针试毒，还要专门的太监试吃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在我的羊奶里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。这奶里有加竹桃粉，虽然量很少，银针试不出来，但长期服用会导致心衰而亡。那奶娘有问题，她昨天半夜偷偷去见过皇后宫里的长侍宫女。来人啊，把这个奴婢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奶娘吓得瘫软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求饶，就被侍卫拖了出去。既然他们不想活，那朕就成全他们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满月了。按照规矩，皇室要举办盛大的满月宴。父皇本来不想办，怕有人搞事情，但我劝他办。办，必须办，不办怎么引蛇出洞？谢婉和裴文举正在密谋，要在满月宴上搞个大新闻。他们找了个妖道，说我是天煞孤星降世，会克死父皇。到时候他们会利用日食制造恐慌，逼父皇杀了我祭天。父皇听完沉默了许久。日食，连老天爷都要帮他们？那是自然现象，既然知道了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将计就计。父皇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满月宴如期举行，宫里张灯结彩，百官齐聚，就连被关在大牢里的裴文举也被特赦放了出来。这是谢婉求的情，说是为了皇室颜面，父皇准了。太子二皇子乖巧坐着，裴文举也恢复了道貌岸然的模样。如果不看父皇那张冷得像冰块一样的脸，还真是父慈子孝。酒过三巡，天空突然阴沉，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被吞噬，大殿内瞬间乱作一团。快看啊，天狗是天狗食日，这可是大凶之兆啊！妖孽，还不快快现形！此女乃是天煞孤星转世，她一出生便引来天狗食日，若不除之，大梁国运必将断绝，陛下也会被她克死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恐惧、厌恶、愤怒。陛下，虽然他是臣妾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但为了大梁江山，为了陛下的龙体，臣妾恳请陛下大义灭亲。请陛下大义灭亲，斩杀妖孽，以安民心。臣等请陛下大义灭亲。父皇坐在高位上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幕。他怀里的我不哭不闹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个老道士。这老道士裤腰带里塞着一张巨额银票，是谢家昨天给的。他那拂尘饼里藏着火灵粉，待会儿他一甩拂尘，就会凭空起火。父皇，你看那边的香炉，里面加了迷魂香。这群大臣现在脑子都不清醒。父皇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，他缓缓站起身，将我交给身后的王德全，然后他拔出了腰间的佩剑。你们是在教我大义灭亲吗？好一个大义灭亲！父皇一步步走下台阶，剑尖在地上划出一道火花。他走到老道士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陛下，贫道是开了天眼的，
这女娃身上妖气冲天。一道剑光闪过，老道士的人头咕噜噜滚落在地，鲜血喷溅了裴文举一脸，全场死寂。裴文举抹了一把脸上的血，颤抖着指着父皇：陛下，您这是要逆天而行吗？逆天？哈哈，我就是天。父皇冷笑一声，一脚踩碎了老道士的拂尘。这就是所谓的妖气，你们睁大眼睛，给朕好好看看，这可是你们谢家的票号，1万两白银。谢丞相，这买命钱给的挺大方啊。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你们还有谁觉得朕的女儿是妖孽的？站出来，朕送她去见阎王，让他亲自去问问，到底谁才是妖孽？你们看到了吗？老天爷都站在朕这一边。父皇仰天大笑：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大义灭亲，那朕今天就成全你们。他猛地看向谢婉和那2个孩子。大殿之内气氛凝固到了极点，父皇的剑尖还在往下滴血。陛下，您不能这样啊！钱和坤儿可是您的亲生骨肉啊！就算臣妾有千万般的错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父皇低头厌恶地看着脚边的女人。你是说那2个野种是我的亲生骨肉吗？王德全，去把碗给朕端上来。王德全端着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托盘走了上来。既然皇后口口声声说是朕的骨肉，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咱们就来验一验。托盘上放着2碗清水，还有几把锋利的小刀。谢婉的脸瞬间没了血色，他惊恐地看向裴文举：陛下，滴血认亲乃是儿戏，且不说这水是否有问题，但是这种行为就是对皇室血统的侮辱啊！让野种混淆皇室血脉10几年，这才是最大的侮辱。他不容分说抓过太子赵乾的手，手起刀落。不容，真的不容。谁有问题？一定是谁有问题。父皇没理他，又抓过裴文举的手，狠狠划了一刀。2滴血迅速融合，亲密无间，铁证如山。赵渊，你真以为我没有准备吗？动手！随着杯子碎裂，大殿四周突然冲出数百名黑衣死士。与此同时，赵云兰率领的黑甲军破窗而入，将死士团团围住。裴文举，你的人头我要啊！赵云兰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以为控制了这里就赢了吗？看看这是谁！只见裴文举身后的屏风转动，2个蒙面人压着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妇人走了出来。赵云兰脸色大变，那是我们的亲祖母，父皇的生母。别动，谁也别动！这大殿地下早被我埋了整整500斤雷火弹，引线就在我脚下。只要我手一抖，咱们所有人，包括这大梁的江山，统统同归于尽。父皇牙眦欲裂，握剑的手青筋暴起，却不敢上前半步。哈哈，反正都是死，拉着皇帝太后陪葬，值了。赵渊，立刻写退位诏书，传位于太子赵乾，然后你自刎谢罪，否则我就让你亲娘给我陪葬。父皇的额头渗出了冷汗，渐渐微微颤抖。他不能拿母亲的命去赌。大殿内死寂一片，只有裴文举猖狂的笑声和急促的呼吸声。绝境，真正的绝境。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，我窝在王德全怀里，淡定地吐了个奶泡。那几只御膳房的大老鼠，昨天半夜被我用意念召唤过去，咬断了引信。雷火弹早就是一堆哑炮了。太后的那串佛珠是先帝找墨家大师打造的暗器，机关就在最大的紫檀珠上，只要用力一按。裴文举这老东西其实怕死得很，他裤腰带里藏着真正的调兵虎符，他是想拖延时间去调城外驻军，绝不能让他趁机逃跑。父皇原本绝望的眼神瞬间凝固，随即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狠戾和狂喜。哐当一声，哈哈哈，赵渊，你也！母后，按珠子。太后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出于对儿子的绝对信任，手指本能地狠狠按向胸前那颗最大的紫檀珠。咻的一声，啊！裴文举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松开了太后，手中的火折子也掉落在地。
太后趁机滚到一边，赵云兰飞身而上，将她护在身后。一起死吧，都去死吧！火苗触碰引线，燃烧了1寸，然后呲的一声灭了。裴文举僵住了，他不信邪的又点了几次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花了重金买的。没什么不可能，因为连老鼠都看不惯你这乱臣贼子，把你的引线当夜宵吃了。顺便告诉你，城外的驻军你也别想了，虎符在你身上藏着也没用，因为领军的副将昨晚已经向朕投诚了。这一次没有任何犹豫，剑光闪过，裴文举应声倒地，那只独眼中还残留着惊恐与不解。黑甲军一拥而上，将剩下的死士和早已下滩的谢婉母子全部拿下。一场惊天危机彻底化解，那之后朝堂清洗，血流成河。我被正式册封为长乐公主，父皇开始把我当储君培养，但我才1岁啊。除了吃奶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搞事情。满周岁那年抓周宴，父皇把玉玺、宝剑、书本摆了一地。陛下，江南旱灾，国库实在拿不出银子了啊！微臣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连朝服都是补的，求陛下开恩。他穿得破破烂烂，鞋子上还打了好几个补丁，看着跟乞丐似的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父皇正为难，毕竟国库确实空虚。我迈着小短腿哒哒哒跑到户部尚书面前，我不抓玉玺，也不抓宝剑，一把抱住了户部尚书的大腿，死活不撒手。抓什么周？抓贪官啊！这老头装什么穷？他这双破鞋的鞋底夹层里藏着2张5万两的银票，还是通宝钱庄的。还有他家里那个只有13岁的小妾，昨天刚用金镶玉换了个新马桶，连夜壶都是翡翠的。父皇，快扒了他的鞋，那是10万两白银啊！来人，帮尚书大人脱鞋。公主既然喜欢这双鞋，定有深意。陛下，这成何体统？微臣有脚气呀，会熏着公主的。侍卫强行按住他，扒下他的鞋子，撕开厚厚的鞋底，撕了2张崭新的银票飘落下来，赫然是10万两。爱卿这脚气还是金子做的。来人，马上去把尚书抄家，连夜壶都给朕搬进国库。那一天，户部尚书被超出了300万两家产，江南旱灾迎刃而解。5岁那年，蛮族进犯，他们骑兵凶悍，边关告急，朝堂上主和派吵翻了天，都说要送公主和亲，赔款割地。父皇坐在龙椅上，眉头紧锁，显然也在犹豫。毕竟大梁刚刚恢复元气，此时开战胜算不大。我坐在旁边的小椅子上，一边啃苹果，一边在心里骂娘。和亲能不能有点骨气？蛮族虽然骑兵厉害，但这几天草原上流行马瘟，蛮族战马误食了毒草，正在集体拉肚子呢。粮草全囤在乌鸦岭，那里风向干燥，只要派一支骑兵从后山绕过去放把火，烧了他们的粮草。那个蛮族首领更是个草包，一听到雷声就吓得尿裤子。父皇猛地转头看我，眼中金光爆射。传令，朕要御驾亲征，来人拿我战袍来。那些大臣还在劝陛下不可啊，蛮族凶悍，凶悍个屁，一群拉肚子的软脚虾罢了。朕这就去把他们烤了。父皇依计行事，趁着夜色一把火烧光了蛮族粮草，蛮族战马无力，被大梁军队杀得片甲不留。那个蛮族首领在雷雨夜被活捉的时候，果然尿了裤子。从此蛮族不得不俯首称臣，年年进贡。在我一次次的吐槽辅助下，大梁国力蒸蒸日上。我也从那个满脸褶子的小娃娃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，虽不算绝色，却是父皇口中藏着帝王之相的孩子。父皇身体日渐衰弱，萌生退位之意已有多日，且愈发坚定。这天早朝，金銮殿上庄严肃穆，文武百官按序肃立。朕决意退位，传位于公主。话音落下，金銮殿瞬间陷入哗然，原本肃穆的朝堂乱作一团。御史台一众官员纷纷跪地，神色激动，连连叩首劝谏。陛下，
女子登基称帝，古往今来闻所未闻啊！此举有违祖制，恐引天怒人怨。老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陛下若执意传位于女子，老臣今日便以死明志，劝谏陛下，愿以残躯警醒世人，莫要让大梁江山毁于妇人之手。我却缓缓起身，一步步走下去。陈太师何必急于求死？公主若有半分良知，便该主动请辞，莫要毁了祖宗基业。好一个为了大梁，好一个朝廷。既然太师如此忠心，那便说说你那不成器的孙子。昨日在赌坊输了3000两银子，以你的官印抵债，此事当真？你胡说八道，无凭无据，休要污蔑老臣。还有你那在通州任知府的女婿，为霸占城南良田，勾结恶徒，逼得百姓家破人亡，这也是你口中的为了大梁正统。陈太师被我一连串的揭发怼得哑口无言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我收回账册，转身面对满朝文武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耳朵里。诸位爱卿，还有谁觉得朕不配坐这把椅子的？站出来，朕给你们机会。大殿内鸦雀无声，那些刚才还跟着陈太师跪地哭嚎的大臣，此刻一个个低着头，恨不得把脑袋缩进脖子里。父皇坐在龙椅上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显然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。他悄悄冲我竖了个大拇指，那模样活像个偷到鸡的老狐狸。父皇啊父皇，您可是95之尊，能不能稳重点？就在这时，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禁军统领赵云兰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皇兄，臣弟有要事启奏。有何事慢慢说。北境急报，北狄新汉阿骨打集结10万铁骑，扬言要踏平雁门关。他们扬言要为之前被杀的蛮族首领报仇。10万铁骑，皇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陛下刚登基，北狄就来犯，这是天要亡我大梁啊！陛下不如派人弹劾吧。刚才还被我压下去的主和派立刻又活跃起来，像一群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嗷嗷叫着要送公主和亲。朕的意思很明确，北狄犯境，朕御驾亲征。谁再敢提和亲2字，朕先让他去北狄做上门女婿。长乐，父皇陪你一起去，父皇定要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朕还没老到拿不动刀的地步，当年朕能打的蛮族叫爸爸，如今照样能打的北狄叫爷爷。得，又来了。父皇这暴脾气，果然是我的亲爹。散朝后，我和父皇在御书房商议军务。北狄此次来势汹汹，10万铁骑分3路南下，雁门关守军只有2万，即便加上周边驻军，也不足5万。5万对10万，胜算不大。谁说一定要正面硬刚？北狄人脑子一根筋，打仗全靠蛮力，稍微动点脑子，就把他们耍得团团转。他们3路大军看似声势浩大，但粮草全靠后方补给，只要烧了粮仓。长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父皇，儿臣只是觉得打仗不一定要硬拼，可以用火攻。火攻，公主殿下，北狄的粮草在后方，我们怎么烧？请公主殿下明示。皇叔，你看这里，狼居胥山地形险要，但山后有一条小路直通山脚，只要派一支轻骑兵从小路绕过去，趁着夜色放一把火。太好了！妙啊，公主殿下真是神机妙算啊！什么神机妙算？我就是看过几本兵书而已。上辈子闲着没事，天天听隔壁教书先生讲《三国演义》，耳朵都听出茧子。云兰，你亲自率领5000精锐，从小路绕到狼居胥山，火烧北狄粮仓。臣弟领命。这时，我的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。父皇低头看我，长乐，饿了，走，父皇带你去吃御膳房新做的桂花糕，边吃边聊。半月后，我随父皇御驾亲征，抵达雁门关。一路上，我坐在马车里，颠得七荤八素，心里把北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。这破路比当年父皇打蛮族时的山路还难走。等我回去，第一件事就是修路。长乐，
这才走了几天就受不了了。当年父皇行军1个月不洗澡都是常事。您还好意思说？那次打完仗回来，母后差点没让您上床。站在城楼上，看着远处黑压压的北狄大营，我心中没有恐惧，只有兴奋。长乐，怕不怕？不怕，父皇。您说过，做帝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只怕对不起百姓。父皇欣慰地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北狄大营中冲出一队骑兵，为首的是北狄新汗阿骨打。大梁的皇帝听着，识相的交出10万两黄金，1万匹丝绸，再把你们的公主送过来给本汉做小老婆，否则本汉踏平雁门关。父皇气得脸都绿了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还小。老婆，你家里那30几个老婆还没把你榨干呢。我灵机一动，凑到父皇耳边说了几句。父皇先是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。阿骨打，朕可以答应你的条件，不过你得先问问你家里那位答不答应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你大老婆托人带给朕的，她说你要是敢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她就带着娘家人去你的京帐，把你打成猪头。阿骨打捡起信，只看了一眼，脸色就变得惨白。城楼上的将士们哄堂大笑。给我攻城，踏平雁门关。我站在城楼上，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敌军，心里却在倒数：5、4、3、2、1。就在北狄大军冲到城墙下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紧接着北狄大营方向火光冲天。怎么回事？大汉，不好了，我们的粮仓被人烧了。什么？城楼上的将士们齐声欢呼。将士们，北狄粮草已毁，正是反击之时，随朕杀出去！杀啊！将士们，北狄粮草已毁，正是反击之时，随朕杀出去！这才是我爹，这才是大梁的皇帝。战斗毫无悬念，北狄大军没了粮草，士气崩溃，被大梁军队杀得溃不成军。阿骨打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窜，一路上还被自己的大老婆堵住，当众扇了10几个耳光。消息传回京城，万民欢腾。那些之前主张和亲的大臣一个个灰头土脸，再也不敢吭声。长乐，你真是父皇的小福星，父皇今天高兴多喝了2杯。父皇，您这酒品跟您打仗的水平可完全不匹配啊。凯旋归来后，我正式登基。登基大典那天，我天没亮就被香儿从被窝里拽起来，折腾了2个时辰，又是梳头，又是化妆，又是穿那套重得压死人的龙袍。这龙袍少说也有20斤，穿上它我连路都走不稳，还怎么治理天下？不过还挺好看的。陛下，该出去了，百官都等着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步步走上金銮殿的最高处。长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大梁的女帝了。朕今日登基，改国号为周，年号长乐。从今往后，朕与诸位爱卿共治天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山呼海啸般的朝拜声中，我坐在龙椅上，俯瞰着脚下的一切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没有跪，陈太师的孙子陈景渊。他站在那里，脸色铁青，双拳紧握，眼中满是仇恨。这家伙果然不甘心。散朝后，我让人暗中盯着陈景渊，果然不出3天，他就偷偷出城了。长乐，要不要派人把他抓回来？父皇，让他去，他去了江南，正好帮我们把那些士卒都引出来。你这丫头，越来越有帝王心术了。嘿嘿，都是父皇教的好。陛下，陈景渊去了江南，投靠了江南士族。江南士族本就对您称帝心怀不满，如今有了陈景渊这个旗号，恐怕跳梁小丑罢了。长乐，江南士族势力庞大，不可小觑。当年太祖皇帝建国时，就曾许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诺言。如今你要动他们，等于动国本。我心想，什么国本，就是一群蛀虫。江南士族垄断科举，把持地方，欺压百姓，早就该收拾了。不过父皇说的对，不能硬来，得
得智取。皇叔，你派人去江南秘密收集江南士族的罪证，另外让江南的寒门子弟多写一些揭露士族恶行的文章，传到京城来，正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所谓的士大夫到底是个什么嘴脸。赵云兰领命而去。长乐，你这是要？父皇，您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江南士族不得民心，朕为何不能取而代之？长乐，你比你娘厉害多了。父皇，您还记得我娘长什么样吗？这个嘛，你娘是朕的淑妃，长得挺好看的，就是什么？您该不会连名字都忘了吧？总之，你随朕，聪明。得，亲爹实锤了。1个月后，赵云兰从江南带回了一箱箱罪证。我命人在京城最繁华的街道上将这些罪证公之于众，一时间京城百姓议论纷纷。原来江南那些士族这么坏，强占民田，逼死人命，简直比土匪还狠。听说他们还私藏兵器，想要造反呢。陛下一定要严惩他们。消息传到江南，士族们慌了神，他们没想到一个刚登基的女帝竟然敢对他们动手。陈景渊趁机煽动士族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，5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京城进发。朝堂上，大臣们再次吵成一团。陛下，江南士族势大，不如先与他们和谈。和谈？他们都已经造反了，还和谈什么？传朕旨意，赵云兰为元帅，率领5万禁军讨伐叛贼。陛下三思啊！禁军一旦离京，京城空虚，万一什么？朕亲自坐镇京城，看谁敢来。这时我的肚子又咕咕叫了起来。满朝文武齐刷刷地看着我，早膳没吃饱，怎么有意见？大臣们面面相觑，不敢吭声。父皇在后殿笑得前仰后合。赵云兰率军出征后，京城果然出事了。一天夜里，宫中突然起火，我正坐在御书房批阅奏章，听到外面传来嘈杂声，走水了，走水了。我推开门，看到东宫方向火光冲天。陛下，不好了，有人在后宫放火，还什么？还放出消息说，陛下您已经被烧死了，外面乱成一团，有人趁机想要夺门。我心里冷笑，果然是调虎离山之计。赵云兰刚走，他们就动手了。传朕旨意，所有人不得惊慌，让禁军封锁宫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另外，让王德全带人去救火。陛下，您不出去看看？出去，朕就坐在这里等他们来。果然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一群黑衣人冲进了御书房。为首的人摘下蒙面，赫然是陈景渊。顾长乐，没想到吧？我根本没去江南，一直藏在京城。我看着他，淡定地喝了一口茶。陈景渊，你以为朕不知道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早就知道？当然，你以为你那些小动作能瞒得过朕？从你出城那日起，朕便已派人暗中留意你。你当真以为朕一无所知？拿下！弓箭手一拥而上，将陈景渊和他的同伙全部擒获。陛下，火已经扑灭了，没有造成太大损失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顾长乐，你别得意，江南士族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一个女子，凭什么坐在龙椅上？你不配。我笑了，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天下百姓说了算。朕今日就当着天下人的面，将你们陈家的罪证公之于众。我让人将陈景渊押到午门前，当着百姓的面宣读陈家的罪状，一条条，一件件，触目惊心。处死他，处死他！陈景渊瘫软在地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。长乐，你做得很好。父皇，您不觉得儿臣太狠了吗？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，这个道理父皇比你懂得早。不过你刚才吃桂花糕的样子倒是挺可爱的。处决陈景渊那天，京城万人空巷，百姓们自发来到午门前，亲眼看着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伏法。顾长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
做鬼，你活着朕都不怕，还怕你死了。刽子手手起刀落，陈景渊的人头落地，百姓们欢呼雀跃。从那天起，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我的权威。江南士族见大势已去，纷纷上书请罪，表示愿意服从朝廷。我没有赶尽杀绝，而是恩威并施，凡主动认罪的从轻发落。晚上我回到后宫，累得瘫在软榻上。陛下，您今天在刑场上真的好威风。威风什么？腿都站麻了。那您为什么不坐着？坐着，坐在那儿看砍头，传出去多难听。当皇帝真累，连看砍头都得站着。改革科举，整顿吏治，减轻赋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，鼓励商贸，繁荣经济。每一次朝会都有人哭天抢地，但我毫不动摇。长乐，你比父皇强，父皇过奖了，儿臣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我望向飞到窗边的几只麻雀，意气风发地笑了笑。